法国捅下大娄子，却自信俄罗斯会不得不放他一马，扯上中国真实的目的，怕是不止让中国调停冲突吧。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最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媒体确认了与法国共同向乌克兰提供 SIMPT 机动式防空反导系统。梅洛尼表示，当前意法两国正在顺利展开导弹交付工作。那至于关于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问题，这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权衡。意大利愿意提供全面的支持。在这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声称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战斗机的可能性，就连防长勒克尔尼也是紧跟着承诺，向乌克兰运送战斗机没有任何禁忌，很有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等老式战机。这没几天，法国方面又有声音传出，任何战斗机都不会在数周之内交付。虽说不知道其原因是什么呀，但是在援乌战斗机问题上反复横跳，这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在刺激俄罗斯。值得一提，针对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一事，俄罗斯是公然发出了警告，此举会给世界带来军事政治后果。说详细点，俄罗斯不会对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是坐视不管。自俄乌冲突之后这西方多国紧跟美国的步伐，对乌克兰不断的进行军事援助。普京政府不是没有给予警告，可是这些国家呢是变本加厉，如此援乌动作都延伸至战斗机方面了。这战斗民族，你说能忍吗？俄罗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国家，惹急了该国，真有可能会引发核战争。这也并非是在危言耸听。面对法国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俄罗斯对英国的警告，同样也是在给马克龙政府提了个醒。这持续在军事上刺激俄罗斯，必然会捅下大娄子。这话又说回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是单纯为了讨好美国吗？这分析认为，法国近一段时间如此跳脱，可能与国内的危机有关。因为退休制度改革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正在持续的在法国进行。光是截止到1月底，就已经有超过127万人走上街头，反对此次退休制度改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持续升级，线下这一数字会更大。法国政府不想着解决矛盾和危机，却在军事上刺激俄罗斯，或许该国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国内矛盾。但是这么做，这已经存在的矛盾和危机依然会存在，并且会持续的升级。另外呢，惹恼了俄罗斯，普京政府可不会让法国有好日子过。那正当外界把马克龙的举动评价为愚蠢之际，法国前总统是出马了，把中国推了出来，希望中国以及土耳其能够承担斡旋工作，调停冲突。基于中俄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出面充当调解人，缓解俄乌紧张局势。然而，且不说中国的立场已经是摆在那儿了，仅此次法国前总统想要中国调停冲突，这一方面或许是知道继续把美国的所谓的保护视为盾牌那是靠不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或许是自信地认为以中俄关系扯上中国，俄罗斯就会不得不放自己一马。然而，更多的在分析看来，是法国真实目的不纯，让中国斡旋大概率是想拖着咱们也卷入这地缘斗争的漩涡。这总之不管法国是什么目的，这次拉上中国是没有用的。俄罗斯该教训法国的还是会教训，那至于中俄关系，也不是该国能够拿来当做筹码的。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